我今年90多了，从香港板间房一路走到今天，见过太多富贵起落，也见过太多亲情冷暖。我跟你们说实话，这辈子做生意不是最难的事，最难的是跟家里人相处，尤其当你老了，孩子们长大了，你以为可以享清福，却发现他们跟你说话的语气变了，眼神变了，态度变了，那种滋味比生意场上输掉几个亿还难受。我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件事，一件我很少公开讲，但每个上了年纪的人夜深人静时都会在心里翻来覆去的事。当儿女不尊重你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我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硬识一位老派人，跟我算是同时代起步的，他白手起家做塑胶，比我起步还早几年，生意做得相当不错。这个人有个特点，就是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在儿子身上，从小送最好的学校，长大送出国留学回来，直接进公司做总经理。他60多岁的时候，董事长的位子也传给了儿子，自己退居2线，想着享几年清福。可没想到儿子掌权之后，对他的态度一天比一天差。开董事会的时候，儿子当着所有股东的面说他思路陈旧，说他不懂现代企业管理，说他的建议都是老古董。他回到家里跟我喝茶，眼圈红着说，我养了他几十年，把一辈子的心血都给了他。他就这样对我，我问他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他说，我要跟他讲道理，我要让他知道他爸爸当年是怎么从一无所有打拼出来的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尊重长辈，什么叫饮水思源。我听完没有吭声，因为我知道这条路走不通。果不其然，他回家找儿子谈了一次，父子俩从讲道理变成了争吵，从争吵变成了拍桌子，最后儿子摔门而去，他气得住了3天医院。出院之后，他又来找我说，这回我要换一个办法，我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他打算拿回公司管理权，给儿子一点颜色看看。我拦住他，跟他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我今天也送给你们。我说，你跟儿女之间的事不要讲道理，也不要发脾气，你记住2个字就够了，钝感。什么是钝感？你们听我慢慢讲。我先讲为什么不要讲道理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很多人都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觉得自己经验丰富，觉得自己走过的桥比年轻人走过的路还多，所以总觉得自己的道理是对的，儿女应该听。这个想法本身没有错，但问题在于，你想讲道理的时候，对方根本不在听道理的频道上，儿女对你态度不好，说话冲，看你不顺眼，这背后的原因不是道理讲不通，而是情绪在作祟。你想想看，他们可能是工作压力大，可能是跟自己的另一半吵架了，可能是觉得自己活得不如意，把这些负面情绪转移到了你身上。你还记得吗？有位做电影的前辈，他晚年的时候，子女都不愿意接班，甚至不愿意跟他多说话，外面的人都说他孩子不孝，可后来才知道，他的孩子们从小被他管得太严，心里积压了太多委屈，不是不爱他，是不敢靠近他。你以为是道理的问题，其实是关系的问题。你以为是儿女不懂事，其实是你没看懂他们心里的伤。当你开始讲道理的时候，儿女听到的不是道理，而是指责。他们听到的是你在说他们不对，在说他们不好，在否定他们的选择和判断。一个已经被否定的人，怎么可能心平气和地听你讲道理？我年轻时犯过一个错误，我的大儿子读完书回来跟我说，他想自己创业，不想到我的公司来。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，我花了那么多钱供他读书，给他铺好了路，他却说不来。我跟他讲了很多道理，讲家族的传承，讲做事的规矩，讲创业的风险。结果呢，他表面上没说什么，但好几天不跟我说话，见了面也是冷冷的。我后来想明白了，我讲的道理都对，但讲错了时机。他刚回来，心里有一团火，他想证明自己，我却在泼冷水。不是他不尊重我，是我没有尊重他心里的那团火。从那以后，我学会了闭嘴，不是不说话，而是不在情绪对立的时候说话。所以各位，当儿女不尊重你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不是张嘴，而是闭嘴；不是认输，而是等风头过去。风头过去了，水位退下去了，该露出来的石头自然就露出来了。我再讲为什么不要发脾气。比讲道理更糟糕的是发脾气。我们有些做父母的，觉得自己被儿女顶撞了，面子挂不住，威严扫地，于是开始翻旧账，拍桌子摔东西，甚至动手打人。我告诉你们，发脾气是最低级的手段，它只能证明一件事，就是你已经被情绪控制了，你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在儿女眼里，你发脾气的样子不是威严，是失态。他们不会因为你的怒火而尊重你，反而会因为你的失控而更加轻视你。我在生意场上几十年，见过太多因为发脾气而输得一塌糊涂的例子。你们知道吗？有一位做地产的，
他有一次跟合作伙伴谈事情，对方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，他当场拍桌子走人，结果那笔生意黄了，对方转身跟了他的竞争对手，他后来后悔了很多年脾气，这东西发出去容易收回来难。你对陌生人发脾气损失的是钱，你对儿女发脾气损失的是情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情伤了很难修复。我还有一位老朋友是做金融的，脾气出了名的大。他儿子年轻的时候叛逆，交了一个他不满意的女朋友，他气得把家里的花瓶都摔了，指着儿子的鼻子骂了1个小时，儿子当时没吭声。但从那以后，父子之间的隔阂就再也抹不掉了。儿子搬出去住，逢年过节才回来，回来也是客客气气，像对待外人一样。老友后来跟我喝酒，流着泪说，我现在最后悔的不是他找错了人，是我发了那顿脾气，那顿脾气把我跟儿子之间的那层窗户纸彻底捅破了，再也补不上了。各位，你们要记住，发脾气是本能，管住脾气是本事。你对儿女发脾气伤的不仅是他们的心，更是你自己的晚年。你能保证你老了不需要他们吗？你能保证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不需要他们来看你一眼吗？所以发脾气之前先问自己一句话，我这一口气出了换来的代价，我承受得起吗？好啦，讲道理不行，发脾气也不行，那到底该怎么办？我前面说了2个字，钝感。什么是钝感？我给你们打个比方，你们家里有没有那种老式的收音机，调到一个频道的时候会有杂音，有干扰？钝感就是你把那个灵敏度调低一点，杂音就进不来了。钝感不是听不见，不是看不见，不是没感觉，而是你有选择的把那些伤人的东西挡在门外。儿女说的话难听，你让他左耳进右耳出，别往心里去。儿女的脸色难看，你当作没看见，该干嘛干嘛。儿女顶撞你，你不接招，不反驳，不当场反应，这就是钝感。你们可能觉得这很难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是可以练出来的。我先给你们讲一个人，这个人你们可能听说过，他跟我同辈，我们交情很深，他有好几个儿子，个个都很出色。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儿子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让他很头疼。有一个儿子当年非要去做一件他认为风险极大的生意，他怎么说的？他没讲道理，也没发脾气。他说，你去做我不管你，但有一条，不要动家里的老本。结果那个儿子果然亏了钱，回来找他，他还是没讲道理，也没发脾气，只说了句亏了就亏了。下次注意我后来问他，你当时怎么忍得住的？他说，年轻人不摔跟头，永远不知道怎么走路。你讲道理他听不进去，你发脾气他离你更远。我能做的就是在旁边看着，等他摔了扶他一把，这就是钝感，把自己的情绪和儿女的行为隔离开来。儿女不尊重你，很多时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，他们心里有火没触发，你刚好在旁边就成了出气筒。你如果接了这个火，那就烧起来了，你如果不接那个火，就在他们自己身上烧，烧完了就灭了。所以我教你们第一招叫做情绪隔离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当儿女对你说话不客气的时候，你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句话，这不是针对我，这是他自己的问题。你把这个念头种下去，就像在心里装了一道门，那些伤人的话进来就被这道门挡住了，伤不到你。我举个例子，有一次我的一个晚辈跟我说话，语气很冲，说我某个投资决策做错了，说我不懂新时代的玩法。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是生气吗？不是，我在心里跟自己说，他今天说话这么冲，可能是因为他在外面受了气，回来找地方发泄。这么一想，我就不气了。我不但不气，我还觉得他可怜。然后我跟他说，你说得对，我确实有很多东西不懂，你跟我说说你的想法。他愣住了，他本来以为我会发火，结果我没有，他的情绪一下子就泄了，然后开始好好跟我说话。各位，这就是情绪隔离的妙处，你不接他的情绪炮弹，他的炮就哑了。我教你们第二招，叫做冷处理。冷处理不是冷战，不是不理人，而是不跟情绪对话。当感觉气氛不对的时候，立刻刹车，不要说下去，不要追问，不要解释。你可以说一句，我现在有点累，要去休息一下，我们改天再说。或者说的事情我听到了，让我想一想，然后就真的走开，去阳台透透气，去厨房倒杯水，去做任何能让你转移注意力的事情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情绪是有时效性的，一个人在气头上的时候说出来的话自己都不记得，你等他气消了再谈，效果完全不一样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夫妻吵架的时候越吵越凶，就是因为两个人都没有刹车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像火上浇油。如果有一方停下来不接话了，那个火就烧不起来了。跟儿女相处也是一样的道理，
我在商场上谈判，如果对方情绪激动，我从来不跟他们硬碰硬，我会说我们先喝杯茶，换个话题，大家平静下来再谈正事。这个方法我用了60年，从来没有失败过。我教你们第3招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招，叫做重心回归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儿女身上。很多父母退休之后，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儿女和孙辈身上，好像活着就是为了他们。你越是这样，你就越脆弱。儿女给你一个好脸色，你就高兴一整天；儿女给你一个冷脸，你就难受好几天。你的情绪完全被他们控制，你成了一个没有自己的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最危险的。你们想一想，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被伤害？在你最在乎的时候，你越在乎一个人，那个人伤你就越深，这是铁律。所以你要把关注点从儿女身上挪开，挪到自己身上来，去培养一个爱好，去交几个朋友，去学点新东西，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。当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的时候，你就不会那么在意儿女今天说了什么，明天会怎样。你的底气来自于你自己，不是来自于他们。我再讲个例子，我认识一位老太太，她丈夫早逝，一个人把4个孩子拉扯大，孩子们长大后，有的去了国外，有的忙自己的事业，很少回来看她。很多人都觉得她可怜，说她儿女不孝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这个老太太活得比谁都精彩。她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，上午去老年大学学书法，下午跟一帮老姐妹喝茶聊天，晚上还学会了用手机刷视频。她跟我说，孩子们忙，我不怪他们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，他们来看我，我开心，他们不来，我也不寂寞。这就是重心回归。她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自己身上，而不是放在儿女是否尊重她，是否孝顺她上面。反过来，正因为她活得这么通透，她的孩子们反而更愿意亲近她，没有压力，没有愧疚，就是单纯的想跟她在一起。各位，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儿女不尊重你，很多时候不是他们不想尊重你，而是你太容易受伤了。你就像一个没有壳的蜗牛，轻轻一碰就疼得不行。所以你要给自己长出一个壳来，这个壳就是钝感。钝感不是麻木，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选择。选择不让别人的情绪影响自己，选择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。我这一辈子见过太多因为家庭矛盾而痛苦的人，有钱的没钱的，当官的做百姓的都一样。有一位做珠宝生意的，家产几十个亿，可他的2个儿子为了争家产闹得不可开交，不仅不尊重他，还把他告上了法庭。他跟我吃饭的时候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，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失败不是生意做砸了，是教子无方。还有一位做小生意的，没什么钱，但儿女都很孝顺，逢年过节都回来，一家人和和睦睦。他跟我说，我没什么本事，但我学会了闭嘴。他说孩子小时候犯错，他忍住不发火，孩子长大跟他顶嘴，他忍住不讲道理，孩子成家了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忍住不干涉，就靠这个忍字把一家人的心融在了一起。各位，你们听了这2个人的故事，觉得谁更幸福？钱再多买不回儿女的一声问候，道理再对换不来家庭的安宁。所以我想告诉你们，年最大的本事不是会赚钱，不是会管教，而是会钝感。钝感这2个字，我用了大半辈子才真正悟透。我年轻时脾气也大，觉得我是父亲，我说的话你们就得听。结果呢，跟孩子们的关系一度很紧张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孩子们不是我的附属品，他们是独立的个体，他们有自己的人生，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路要走。我能做的不是替他们走路，而是在他们走路的时候不挡他们的路。这就是钝感。当儿女不尊重你的时候，不要去追问为什么，不要去争辩对错，不要去讨要说法。你越追问他们越反感，你越争辩他们越远离，你越讨要他们越不给你。什么都不做，反而什么都得到了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几千年前老子说的，无为而无不为。最后我送大家3句话，是我这几十年的切身体会。第一句，儿女不是你的仇人，是你的修行。他们来到你身边，不是为了气你，是为了让你学会放下，放下控制欲，放下完美主义，放下我执。第二句，不讲道理不是认输，是留后路。你今天赢了一场争吵，输掉的可能是后半辈子的依靠，你今天憋住一口气换来的可能是晚年的安宁。第三句，钝感不是天生的，是练出来的。从今天开始，当儿女说话不客气的时候，你先深呼吸3次，然后在心里默念，不接招，不解释，不纠缠。练得多了就成了习惯，成了习惯就成了修养。各位，我们这一辈子不容易，年轻的时候吃苦，中年的时候打拼，老了难道还要跟儿女置气吗？
不值得的把心放宽一点，把耳朵关紧一点，把眼睛眯起来一点。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死都是小事，儿女的一句话，一个脸色，不值得你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你睡好了，身体好了，才是对儿女最大的支持。你气坏了，病倒了，才是给他们添最大的麻烦。所以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他们，请学会钝感。我今年90多了还在学，你们也一定可以。愿我们都能在代际相处中看得更通透，活得更自在。想想看，你有多久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了？你总在等孩子们的一个电话，等他们的一句问候，等他们回家吃顿饭，等来等去，等到的往往是失望。然后你就把失望攒成委屈，把委屈攒成怨气，最后要么爆发，要么憋出病来。这样值得吗？我们总说养儿防老，可时代变了，这个观念也得变一变。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多大，他们自己要生存，要养家，要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。他们有时候不是不想孝顺，是真的力不从心。他们跟你说话冲，可能是因为刚被老板骂，可能是因为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，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也在闹腾，他们的情绪垃圾桶满了，你刚好在旁边就倒在了你身上。你如果跟着较真，那就是跟一个装满垃圾的桶较劲，最后弄脏的是你自己。你不如退一步，让他倒完，倒完了他就轻松了，说不定还会后悔，还会回来跟你道歉。你不给他这个机会，你们两个就僵在那里，时间越长，裂缝越大。我见过太多人到了晚年，把所有快乐都寄托在儿女身上，儿女不回来，他们就唉声叹气；儿女回来晚了，他们就胡思乱想；儿女说了一句重话，他们就好几天吃不下饭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把人生的遥控器交给了别人，别人按什么键，你就什么反应，你完全被动，你怎么可能快乐？你必须把遥控器拿回来，握在自己手里。怎么拿？就是培养自己的兴趣，建立自己的圈子，寻找自己的价值。哪怕只是养一盆花，写几个毛笔字，跟邻居下盘棋，都能让你感觉到你的生活不只是围绕着儿女转，你还有自己的天地。当你的天地足够大的时候，儿女那片云彩飘过来飘过去，就影响不了你的心情了。还有一点我想特别强调，就是不要试图去改变一个成年人。你的儿女已经长大了，他们的性格、思维模式、生活方式已经定型了。你想通过讲道理、发脾气去改造他们，让他们变成你心目中那个听话、孝顺、事事如你意的孩子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你越用力，反弹越大，就像手里抓着一把沙子，你攥得越紧，流得越快。你不如把手掌摊开，沙子反而安静地待在那里。跟儿女相处也是一样，你摊开手掌，给他们空间，给他们自由，他们反而会念你的好，反而会主动靠近你。这个道理我用了很多年才明白。以前我也总想指导他们的人生，总想告诉他们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后来我发现他们根本不需要我的指导，他们需要的是我的理解，我的包容，那种无论他们做什么，我都稳稳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感觉。一旦你给了他们这种感觉，尊重自然而然就来了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那如果他们一直不尊重我怎么办？如果他们做得特别过分怎么办？我的回答是，你的底线要清楚，你的力量要内收。什么是底线清楚？就是有些事情你不必忍，比如他们动手，比如他们恶意侵占你的财产，比如他们长期对你进行精神虐待。这些时候你需要站出来保护自己。你可以寻求法律帮助，可以寻求其他亲友的支持，甚至可以保持距离。这不是不慈爱，这是自爱。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，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爱？但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遇到的那些不尊重，都是言语上的、态度上的，这些是你可以用钝感化解的，不需要上升到断绝关系的地步。力量要内收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要向外发泄，不要跟他们正面冲突，而是把精力收回来，经营好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心情、自己的生活。你活得越健康、越快乐、越独立，你就越不需要依赖他们的尊重。你本身就很有分量，这种分量会形成一种无形的气场，让他们不敢轻视你，这才是最高级的赢得尊重的方式。我知道做到这些很难，尤其是在情绪上来的那一瞬间，真的很难控制。我也有过无数次想要发火的时刻，但我现在学会了暂停，在张嘴之前先停顿3秒。这3秒里我问自己3个问题：第一，他为什么说这个话？第二，我发火能解决问题吗？第三，如果我是他，我希望我的父亲怎么回应？这3个问题一问，我的火气就消了一大半，然后我就能用一种更平和的方式去回应，或者干脆不回应。这个习惯救了我很多次，也救了我的家庭关系很多次。你们也可以试试，不用3秒，哪怕先深呼吸一下，
给自己一个缓冲，结果都会不一样。再往深了说，我们为什么对儿女的不尊重那么敏感？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太在乎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，我们害怕老去，害怕无用，害怕被嫌弃，这种恐惧把我们变得脆弱而钝感，恰恰是对抗这种恐惧的解药。当你不再那么在意他们怎么看你的时候，你就自由了。你自由了，他们也就轻松了。他们轻松了，反而会回过头来喜欢你，这是一个良性循环。相反，你越在意就越紧逼，越紧逼他们就越逃离，这是恶性循环。很多人一辈子就在这个恶性循环里打转，到死都解不开。我希望你们能跳出来，从这个循环里跳出来。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，说一个老和尚带着小和尚过河，河边有个女子不敢过，老和尚就把女子背过了河。小和尚心里一直嘀咕，走了几十里路，终于忍不住问师父，我们不是不能近女色吗？你怎么背那个女人？老和尚说，我过了河就把她放下了。你走了几十里还把她背着，这个故事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的烦恼很多时候是自己背着的。儿女的那句话，那个眼神早就过去了，但你一直背着她走了很久很久，还舍不得放下，你自己背得沉重，儿女却根本不知道，或者知道了也觉得你小题大做。何必呢？学学老和尚，过去就过去了，放下就轻松了。我还想说一点，就是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，觉得儿女不尊重我，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，一定是我教育失败。我告诉你，不一定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你已经尽了你的力，给不了他们最好的教育，给不了他们最好的生活条件，把他们养大成人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剩下的路他们要自己走。他们选择用什么态度对你，那是他们的修行，不是你的罪过。你不需要为此背负一辈子的内疚，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。你的平静，你的健康，你的快乐，就是对他们最后的馈赠。我再给你们讲个故事。我认识一个老朋友，他儿子曾经对他非常无礼，甚至当着众人的面吼他，他当时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默默走开了。事后他也没提这件事，继续过自己的日子，钓鱼种菜。打麻将几年后，他儿子做生意失败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一个人躲在家里不敢见人，那些平时围着他转的朋友全跑了，只有他父亲每天做好饭给他送过去，也不多说什么，就放在门口敲敲门，然后离开。这样持续了半年，他儿子有一天终于崩溃大哭，跪在他面前认错，说这些年自己不是人。他才跟儿子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你是我儿子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你都是我儿子。过去的就过去了，从明天开始好好过日子。从那以后，他儿子像换了一个人，不仅还清了债，还变得特别孝顺。你们看，如果当时他跟儿子对骂，或者到处跟人诉苦，又或者用断绝关系来威胁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可能父子俩就彻底决裂了。他选择了钝感，选择了冷处理，选择了用行动去表达爱，而不是用嘴巴，这才是大智慧。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关系最大的问题就是边界不清。父母总觉得孩子是自己的附属品，孩子总觉得父母应该无条件为自己付出，双方都没有边界感，于是不断的互相侵犯，互相伤害。钝感其实就是一种建立边界的方式，你把那些越界的情绪挡在门外，保护好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同时你也尊重他们的世界，不去强加干涉，保持一种亲密而有间的关系，这种关系才是最舒服的，最持久的。很多人问过我，你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？是赚了多少钱吗？是做了多大的生意吗？不是，我最大的成就是我在晚年还能拥有内心的平静，还能跟子女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。我深知这有多难，所以我愿意把这些心得分享出来，哪怕只有一个人听了受益，我也心满意足。你们记着，儿女不尊重你不是世界末日，它只是一个信号，提醒你该改变了，改变你的应对方式，改变你的关注点，改变你对尊重的定义。真正的尊重不是害怕，不是服从，不是表面的客气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可和想要靠近的愿望。这种尊重求不来，骂不来，只能靠你的修养和智慧吸引过来。当你变得平和包容，有自己的生活，并且无条件的接纳他们的时候，那种尊重自然会回来。最后我再重复那3个小练习，你们从今天就可以开始做。第一个，情绪隔离练习。每当儿女说话不中听，你在心里默念，这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然后深呼吸一次，该干嘛干嘛。第二个，冷处理练习，感觉气氛不对，立刻找借口离开现场，去倒杯水，去洗把脸，去外面走一圈，等半小时再回来，你会发现刚才那股火已经消了一半。第三个，
重心回归练习，每天抽出1小时，专门做一件完全属于自己的事情，可以是散步，可以是看书，可以是听音乐。这1个小时里把手机关掉，不去想任何关于儿女的事，只跟自己待在一起，坚持1个月，你会发现自己变了，变得不那么容易受影响了，变得更踏实了。我们老了，但我们的心不能老，我们的身体可能不如从前了，但我们的智慧还可以增长，我们依然可以学习，可以成长，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。而学习钝感就是送给自己晚年最好的一份礼物，它能保护你，也能解放你的孩子，它能让你的家多一份安宁，少一份争吵，多一份理解，少一份怨恨。这样的礼物难道不值得你试一试吗？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说的这些话有一点点触动到你，请你给我一个回应，点个关注，收藏起来，或者分享给身边同样受困扰的朋友。我还会继续讲我这一辈子栽过的跟头，悟出的道理，讲那些商场上的人情世故，也讲家庭里的鸡毛蒜皮，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比任何大道理都更贴近我们的生活，更能帮到实实在在的人。我今年90多了，剩下的日子只想做一些对别人有用的事。你的每一个关注，每一次转发，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谢谢你们。